洗衣服的女奴显然没有意识到，种植园主从后面对她发动了侵袭。尽管女人一再请求主人放过她，可男人花大价钱买来的，为的就是满足一时之快。就在两人争执之时，女人顺势踢了男人一脚，然后夺命跑出了屋外。到嘴的鸭子就这么跑了，气愤的白人显然不会放过她。女奴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呼喊，直至来到主屋的房子外边。同时，嘈杂的声音也引起了女主人的注意。女人急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而安娜委屈地说主子想侵犯她。尽管男人一再解释是这肮脏的东西在引诱，可妻子显然不会相信丈夫的话，因为这并不是他首次干这种事了。于是男人被妻子叫到了房间，园主看着揭露他的女奴，更是愤怒的到达了极点。随后在夫人的示意下，孩子和女仆暂时先躲避一会，接着丈夫一脸惆怅的走了进来。还没等妻子开口，男人就开始表现得很无辜。可聪明的女人明显看出了丈夫居心叵测的用意，两人发生了严重的争吵，并要求丈夫把这漂亮的女仆赶出主屋。不出所料，男人不仅对安娜的揭发行为给予了辱骂，而且还辞去了她做家务的体面工作，同时叫来了奴隶监工米格尔，要求把她带到种植园里去干活。谁知园主的这一行为竟然成全了一对苦命鸳鸯。以后的日子里，米格尔经常来到采摘园，只为曾经答应过安娜要照顾她的生活来实现自己的承诺。即便是在工作中的一次不经意的触碰，也会让女人害羞的不知所措。然而爱情的种子慢慢的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一天夜里，无聊的安娜在院子里散步，恰巧米格尔也在外面休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两人甜蜜地诉说着情愫，于是一段真挚的黑白恋情就此展开。转眼过去了3个月，一脸幸福的安娜郑重其事地告诉了男友，她的肚子里怀有了小生命。当听到这一喜讯后，这让已经奔向中年的米格尔开心的像个孩子，并想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向园主赎回安娜的自由之身。他来到园主的房间，告知了此刻溢于言表的想法。可当男人听到安娜怀了监工的孩子，不仅醋意大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本来自己花了大价格买来的奴隶，如今却让手下得了便宜，而且安娜还怀孕了，就不存在一个奴隶的说法。愤怒的园主立刻把价钱提高到了2倍。然而为种植园操心费力了20年的米格尔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雇主竟如此没有人性，男人实在拿不出高昂的价格。不仅如此，园主因为嫉妒，直接辞去了米格尔监工的工作，同时还把他赶出了庄园。临走时，男人让安娜放心，一定会回来赎回她的自由。而那个暴躁的内务官，如今却代替了米格尔，成为新任黑奴的监工。可想而知，安娜的命运将会走向如何黑暗的深渊。就在夜晚，安娜正和老奴诉说着这怀孕的事实，突然被新上任的监工闯了进来。男人二话没说，直接强制带走了安娜。此时的白人园主已等候多时，他掏出了匕首架在安娜的脖子上，想弄清楚自己身位高贵的园主怎么就比不上一个下人。就在他犹豫之时，安娜一下躲过主子手上的利器，成功为自己扭转了劣势。可2个护主心切的白人不可能坐视不管，他们手握左轮手枪，直接夺回了安娜手中的匕首。随后在园主的示意下，女人被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牢笼。转眼过去了6个月，安娜在老仆人的帮助下，成功在牢笼里诞下一名女婴。同时，安娜由于艰苦的生活环境导致失血过多，需要安心静养身体。可就在今天，那个心地善良的夫人正好要参加家族举行的晚宴，而她的丈夫谎称自己身体不适，从而拒绝了与妻子一同前行。就在女主人走后，监工急切地闯了进来，并把安娜诞下女婴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白人园主。男人等的就是这一刻，既然生下了小奴隶，安娜就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随后监工把身体不堪一击的安娜拽出了牢房。园主究竟要做？女奴刚刚诞下婴儿，就遭到白人无情的抽打，只因安娜背叛了园主的意愿，与一名白人监工私定了终身。老奴仆放下可怜的女娃，试图向种植园主求情，但愤怒的白人警告他，如果再敢放肆，连他一起接受惩罚。就连旁边园主年幼的儿子莱昂修，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做法，内心也表现得毫无波澜。可见白人对奴隶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到骨子里了。这边无法直视的女仆找到农场里一位劳作20年的白奴，试图询问园主夫人的去向，从而拯救濒临死亡的安娜。但男人告诉他，夫人进城了，短时间是无法回来的。看来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失去了希望，也许这就是安娜的宿命。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抽打，本来生完孩子身体就虚弱的她已无力发出低沉的嘶吼了，因为鲜血已经浸湿了她的整个身体。夜晚，对于仅仅死去的一名女奴，园主表现得毫不在意。当回来的夫人得知此事后，骂她的丈夫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可男人还在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做错。原来奴隶的生命在那些所谓高贵的白人面前贫贱的一文不值，而女人目前能做的也只有向上帝请求宽恕，仅此而已。深夜，看着奴隶们为安娜送行，夫人用自己所虔诚的信仰试图为悲惨的女人超度灵魂。
但更为可怜的是，那个刚刚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孩子。老奴仆告诉夫人，这个女孩名叫伊佐拉，是安娜生前取的名字。夫人满含泪水地看着她，也许是为了救赎，也许是善良之心的驱使，让女人对年幼的孩子倍感心痛。这边，在安娜出殡的路上，伊佐拉的父亲现身在旁边的树林里，因为原主对他也满腹仇恨，所以米格尔也不能明目张胆地送爱妻最后一程。但此时的他迫切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他躲过严守巡视的监工，成功来到了奴隶居住的地方，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他迫切抱起命苦的孩子就要带走，但很快被其他奴隶给拒绝了，因为如果被原主发现，他们几个老骨头也很难再活下去了。时间来到第二天，就在原主外出行进的路上，米格尔突然拦住了去路。男人本以为他是为妻子复仇来的，直接掏出了火枪，可米格尔却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想赎回女儿的自由之身。但没想到原主对这些资金根本不感兴趣，并表示夫人很喜欢那个孩子，让他彻底打消要回女儿的幻想。米格尔一时无措，只能找夫人请求帮助，可刚到庄园就被看家护院的给拦住了。而眼前的男人正是导致安娜死去的直接凶手。面对死亡威胁，米格尔表示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孩子，别无他求。就在这关键时刻，夫人从主屋走了出来，并命令监工把手上的武器赶快收起来。接着，米格尔脱帽致敬，向夫人表达了此次前来的目的。可男人目前没有任何工作，况且幼小的婴儿跟着米格尔流浪，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夫人告诉米格尔，他是多么想拥有一个女孩，就像伊佐拉一样招人喜欢。男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多么艰辛，也看出了善良的夫人确实喜欢这个孩子，如果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无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同时，夫人允许原主不在家的时候，可以过来看望他的女儿。米格尔放弃了，他带着沉痛和遗憾离开工作了20年的庄园。转眼过去了10年，奴隶依然在这个时代盛行，而此时的伊佐拉由夫人的悉心照料，显然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从小接受上层礼仪教育，除了奴隶的身份以外，这个女孩子的一切生活都像一位大家闺秀。可当原主看到伊佐拉正在学习写字时，立刻上前阻止，这本不是女生学习的，何况还是一名奴隶。同时，伊佐拉身穿洁白的礼服，更是遭到白人原主的不满。他认为奴隶没权利穿这套衣服，直接恶狠狠地对其撕。富家少爷休学回家，一眼就看上了母亲收养的白奴，他万万没有想到家里居然还藏着这么漂亮的女孩。而一脸茫然的伊佐拉面对莱昂修的言行，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提着行李的黑奴走了进来，看着少爷和伊佐拉搭话，直接愣在了原地。还好夫人及时叫醒了他，可吃醋的心情让他倍感难受。其实在1周前，莱昂修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友，可得知对方怀孕想嫁给他时，立刻显露了厌恶的嘴脸。不仅因为自己年轻还没有玩够，而且还嫌弃对方家里贫穷。总而言之，风流成性的莱昂修少爷并不想把大好年华仅放在一个女人身上。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莱昂修的父亲闯了进来，因为收到儿子巨额欠款的通知，原主只能不远千里来接他。如今又看到儿子在外面瞎搞，再加上女人怀孕的事实，直接气得老爷子喘不过气。不过这一对父子性格极为相像，都属于忘恩负义、心狠手辣之人。他们无情地抛弃了这个怀孕的女人，而受到伤害的女人发誓，定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就这样，莱昂修被父亲接回了庄园，从而才有此剧开头的那一幕。男人深深被伊佐拉的美貌给迷住了，甚至以为轻易的把她拿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就在女孩认真采花的时候，黑奴安德烈突然跑了过来，他发现了少爷对伊佐拉的眼神不对，从而警告女孩要多加提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一往情深的爱意。可伊佐拉只是把他看作了朋友，并不是男女之情，所以希望对方赶快断了对他的好意。谁知在两人的谈话间，莱昂修出现在了身后，女孩赶快示意安德烈离开，可男人临走时还不忘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会更爱你。在黑奴离开后，莱昂修也主动接近女孩，显然伊佐拉成了庄园里为数不多的抢手货。可聪明的女孩心里很清楚，谁对她是真心的，谁又是想玩弄她的感情。况且从夫人那里听说，即将有一位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要嫁给莱昂修，所以还请少爷保持自重。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自己动动手指就能得到的女人，竟被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奴隶拒之门外。然而两人的对话却被另一个隐藏在旁边的混血女奴听到了。平日夫人对伊佐拉的偏爱已经引起了女黑奴罗莎的不满，再加上看到这位英俊的少爷被伊佐拉迷住，从而内心更加对其憎恨。夜晚，即便是夫人的养女伊佐拉也摆脱不掉奴隶的身份，只能站在餐桌的一旁。一家人商量莱昂修的婚姻，可男人的目光一直猥琐地看着伊佐拉。为了避免少爷做出违背伦理之事，女孩只能来到奴隶居住的地方，请
请求在这里度过一晚。老奴亲切地告诉伊佐拉，你在外面劳作的父亲即将把赎回自由的资金攒足了，到时候就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可女孩却陷入了纠结，因为夫人对她视如己出，善良的女孩想对年事已高的养母尽一些孝道，但如果带着奴隶的标签，也会时常被少爷骚扰。此时的伊佐拉显然不知如何是好，而他们的谈话又被暗自前来的罗莎听见了，可见此女卑劣的心机，着实让人不寒而栗。第二天，莱昂修终于见到了家人给介绍的女朋友，两人相见都对彼此表示非常满意。既然情投意合，又门当户对，双方立刻答应了婚约。可知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恶毒之心。然而就在晚宴结束后，已经按耐不了寂寞的莱昂修趁着夜色悄悄去往了谷仓。他究竟要干什么？这让躲在树后的父子有所疑虑。这边罗莎已在谷仓里等候多时，看到英俊的少爷准时赴约，女人不停地向其搔首弄姿，可想而知两人将会发生什么事。而他们的龌龊行为被前来的安德烈看个正着。男人在举办的订婚派对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女友竟带着家人来到了这里，心神不安的他赶忙向未婚妻谎称理由，去接见几位新到访的客人。女人介绍了母亲和盛装出席的弟弟，然后开始责怪眼前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而莱昂修害怕前女友破坏他的好事，于是请求找个隐蔽的房间去洽谈，免得引起其他来宾的注意。随后女人上楼找到了一个单间，莱昂修紧随其后。因为前女友怀孕的事实却被眼前这个负心汉无情的给抛弃了。为此，女人来到这里是想挽回莱昂修的感情，可男人却把责任推到了父母身上，是父辈的决议才促成了这段婚姻。然而一句轻描淡写的谎言就想把他拒之门外，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气愤的女人想把莱昂修卑鄙无耻的形象揭露于众人。可就在她下楼的时候，男人故意踩到了裙子，直接导致女人滚下了楼梯，直至陷入昏迷。而这一幕正好被前来的伊佐拉看到，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莱昂修立刻把女孩拽到了旁边，强制命令她不要把真相说出去。而伊佐拉面对男人实施的暴行，只能勉强给予答应。这边女奴的高声呼救，把欢快的订婚现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受害者的家人和一些嘉宾赶快来到现场，对昏迷的女人采取紧急施救。而表情淡定的莱昂修此时才从楼梯上缓缓走了下来。面对众人的质疑，男人一脸无辜的谎称自己根本不知情。可当伊佐拉来到面前时，莱昂修紧张的捏了一把冷汗。还好女孩并没把他当场揭穿，但受害者的家人深知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女人在医生的治疗下，孩子最终没能保住。但更惋惜的是，由于失血过多，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怀有小生命了。这对于母亲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不知女儿醒来之后又会给她带来怎样的打击。这边订婚派对虽然经历了一些小插曲，但不妨碍莱昂修和马尔维纳小姐将在周日举行婚礼的计划。就在双方确定完大喜之日后，马尔维纳的弟弟恩里克，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却被伊佐拉的钢琴声吸引了。他向未来的姐夫询问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然而从莱昂修的口中得知，伊佐拉是他们庄园里的一名女奴，是一个白人和一名女黑奴诞生的孩子。恩里克听后大为吃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奴，同时娴熟的钢琴技艺也让他大为称赞。随后风度翩翩的恩里克情不自禁地来到伊佐拉的身边，他想近距离享受漂亮女孩带来的魅力。此时的伊佐拉有些害羞，便直径离开了这里。谁知莽撞的男孩竟追了上去，他们来到一处安静之地，恩里克毫不犹豫地向对方介绍了自己。伊佐拉虽然美貌无比，但毕竟是个女奴，如果能让她得到自由，同时自己又能收获爱情，无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恩里克表示他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来赎回伊佐拉的自由，而女孩怎么也想不到，堂堂伯爵家的公子居然说出这么愚蠢的话。虽然恩里克家里很富有，但男孩轻浮的话却让伊佐拉浑身难受。就在这时，晚会貌似结束了，恩里克的父亲前来通知男孩回家。伤心的女孩愣在原地，她无法想象一个莱昂修就够她厌恶的，如今又来了一个。可事实远不止如此。转眼来到了第二天，一个身材长得很奇特的男人，罗圈腿支撑着佝偻的上身，他就是庄园里的园丁贝尔索先生。他背后藏着一束鲜花，直径向独处的伊佐拉走来。显然这个丑陋无比的家伙也对女孩有所好感。伊佐拉亲切地接过男人的鲜花，并且园丁也含蓄地表达了爱意。虽说对方长得并不好看，但诚恳老实的态度和风趣幽默的话语把女孩逗得很开心。就在园丁想更进一步表露自己时，莱昂修少爷突然出现了，这把贝尔索先生吓得直哆嗦。男人眼见吃不到天鹅肉了，赶快向少爷打了声招呼，然后匆忙地离开了这里。这边莱昂修的前女友昏迷了一天一宿，终于从噩梦中惊醒了。他告诉家人是莱昂修把他推下了楼梯，但此时
母亲有个更坏的消息，必须向她坦白。她告诉女儿，不仅失去了腹中的孩子，而且很有可能丧失诞生孩子的能力。此时的女人感觉天都塌了，她无法想象自己竟认识如此丧心病狂之人，于是她发誓要让莱昂修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眼前的黑奴由于与少东家喜欢上同一个人，被强制绑到了木桩上。女白奴心疼她的朋友遭受如此不公，试图上前给予帮助，但却遭到监工严重警告，如果她敢悄悄把安德烈放走，定会受到相同的酷刑。随后女孩上前轻抚着男人的手臂，并表示她会向老夫人请求帮忙的。而离开的白人监工看到漂亮的女奴罗莎，甚是招人喜欢。女孩不仅把少东家忽悠得五迷三道，就连庄园里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想拥有她。可大胡子老头儿显然不是罗莎的菜。接着罗莎来到被他陷害的两人面前，并通知伊佐拉，他父亲来到了庄园。女孩得知父亲前来赎回她的自由，甚至高兴地亲了安德烈一口。不知这样明目张胆的举动是否又成为了罗莎报复伊佐拉的借口。随后女奴兴奋地回到了庄园，但可恶的原主暂且不允许父女俩见面，而伊佐拉只能回到后屋等待父亲的佳音。紧接着在监工的慌张的通知下，那个曾经被赶出庄园的男人他回来了。此时的米格尔为了攒足赎回女儿的资金，每天拼命劳作，现已是满头白发。他亲切地向一直疼爱伊佐拉的夫人给予了慰问，同时也向原主表达了赎回女儿自由的决心。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拿出积攒半生的15个康托时，老原主居然违背良心地否认了价格。他告诉米格尔，15个康托是伊佐拉小时候的价格，现在已长大成人了，显然这点钱是无法买到一个成年女奴的。同时原主坐地起价，又把价格翻了1倍。米格尔强咽下对强权的仇恨和厌恶，眼含泪水，苦苦哀求原主释放他的女儿。可此时原主以有事为由，想摆脱这个可怜的家伙。米格尔肝肠寸断，心中一切美好的希望顿时化为乌有。其实老夫人也别有私心，她把伊佐拉当作了女儿，占为己有，疼爱她，教育她，更不想失去她，但可以在丈夫离开后安排父女俩相见。伊佐拉把他们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现在唯一希望父亲不要因为他的事过于劳神。米格尔由于兼职2份工作，脸庞的黑眼圈就从来没有消散过，那个穿了几年的靴子已经旧得几乎没有鞋底了。伊佐拉希望他的父亲爱他，在乎他，更希望他的父亲能健健康康的活着。而在米格尔心中，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有生之年中能为女儿赎回自由，此生他才了无遗憾。转眼来到第2天，被捆绑的黑奴晒得直冒油，同是奴隶的罗莎不断对其侮辱和嘲讽。无法想象，天生就有相同悲惨命运的人，居然之间也有偏见和仇恨，着实让人忍俊不禁。而伊佐拉为了拯救安德烈，恳请老夫人在原主面前求情，夫人在乎养女的感受，同时自己也虔诚信仰。她看不惯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于是在午饭的时候要求丈夫放了安德烈。果不其然，原主不仅饭没吃好，而且因为奴隶的问题和妻子大吵了一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原主只能向妻子屈服，安排监工把那个暴晒了2天的黑奴给释放了。此时的安德烈虚弱的瘫软在地，伊佐拉贴心的拿来了水果给他补充能量，这是因为少爷没在家。假如让莱昂修看到如此景象，不知会作何感想。转眼来到3天以后，一对旅行的新婚燕尔终于回家了。新婚夫妻旅行回家，男人着急忙慌的下了车，却把漂亮的新娘晾在了一旁。随后莱昂修与父母打了声招呼，任凭妻子在后面呼喊拿行李，可男人根本不加理睬，直接走进了主屋。原来莱昂修离开的这段日子很是想念家里的女奴伊佐拉，一个刚刚完婚的男人竟然说出这么不知廉耻的话，简直颠覆人类的三观。而女奴早已经把莱昂修的虚伪表情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她并不想搭理这个无耻的家伙。谁知被惹恼的男人一气之下竟把伊佐拉从凳子上拽了起来，而这一幕正好被后面的奴仆看到。就在男人用权力威胁对方时，他的妻子和家人走了进来，却浑然没察觉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然而只有夫人质疑伊佐拉怎么停下了钢琴，可女孩只是谎称自己手痛了，却没有勇气揭露少爷的真面目。就在这时，老夫人突然胸口一阵疼痛，闻讯前来的原主马上示意奴仆快去请大夫。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夫人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医生却告诉原主，老太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而他们的对话也被床上的夫人听得一清二楚。她并不害怕死亡，可她最担心养女的命运。如果某天真的离开了人世，伊佐拉在庄园里的生活会非常艰辛。想到这里，老夫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在临终前说服原主为伊佐拉签署一份解除奴隶身份的合约。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边依照风俗，新婚燕尔在旅行结束后，新娘的家人需要来到亲家看望她的女儿。原主用丰盛的午餐招待了来访的亲戚，可就在用餐结束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时，女奴端来的茶水不小心洒在了马尔维纳父亲的身上。尽管女奴不断向其道歉，
可一直在乎形象的伯爵明显有所芥蒂。随后原主示意莱昂修去楼上为伯爵拿套干净的上衣，但男人经过母亲的房间时，正好听到伊佐拉与夫人之间的对话，接着他毫不客气地选择在门外偷听。当听到女孩准备离开时，他迅速躲到了一旁。然而就在伊佐拉刚刚走出屋外，无耻的莱昂修恶狠狠地堵上了女孩的嘴。尽管夫人察觉到了诡异的声音，可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很难下床查看情况。此时男人强制把伊佐拉拖到了另一个房间，明显对女孩企图非分之想。他试图挣脱莱昂修的束缚，无奈自己的力量太小，可隔壁嘈杂的声音促使顽强的夫人终于拿到了警铃。他用力摇晃着铃铛，瞬间引起楼下人们的注意。同时为了避免其他人发现，莱昂修终于停止了恶劣行为，而伊佐拉抓住时机赶快跑出了门外。他甚至来到养母面前，并没有把少爷刚才所做的事公之于众，因为他知道夫人愈况愈下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承受任何打击了。夜晚没能发泄情绪的莱昂修只能从妻子身上找回自信，可此时马尔维娜因为生理上的原因无法与丈夫同房，无耻的男人很是郁闷，甚至气急败坏的他竟对着妻子爆粗口。马尔维娜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丈夫，她不知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随后莱昂修准备下楼冷静一下，却发现女奴罗莎正在客厅里徘徊，这让一时无措的男人瞬间又起了歪心思。于是他把罗莎带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面对英俊的少爷，他是不会反抗的。转眼来到了第二天，奴隶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劳作。起床的种植园主准备叫醒妻子时，却发现夫人陷入了昏迷。庄园夫人就要不行了，她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养女伊佐拉赎回自由。老太太曾经几次想写遗嘱，以保证无依无靠的伊佐拉的前途，然而园主总是以各种借口敷衍了事。如今这是妻子最后的遗愿，男人也不再固守执着，他亲自为伊佐拉签署了一份解除奴隶身份的证书。看着那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在眼前，双手却不停地颤抖了起来。随后园主放到了一个木盒子里，以确保在妻子离世后把这份文件公之于众。然而事实真像想象中一样吗？接着夫人把伊佐拉和儿媳妇马尔维娜叫了过来，她把丈夫签署解除奴隶身份的喜讯告诉了两人。同时马尔维娜在婆婆面前发誓，她要像夫人嘱托的那样保护和关怀不幸的女奴。随着一阵痛苦的挣扎，老太太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伊佐拉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养母，然后赶快跑出屋外叫人帮忙。善良的老妇人是如此谦卑，即便在最后时刻也不忘向虔诚的信仰所祈祷。一朵洁白无瑕的花也随着夫人的离世慢慢凋落。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种植园里的奴隶聚集在夫人的灵堂面前，他们要用属于自己的传统方式来纪念那个曾经对他们关怀备至的人。而最伤心的莫过于伊佐拉，20年的光景，老夫人教会了她太多太多，即便自己也是女奴，但老夫人却把她视为珍宝。旁边的奴隶试图让她想开点，可此时伊佐拉内心的悲痛又有谁能懂呢？这边莱昂修知道了母亲想给伊佐拉自由，于是他向父亲询问情况，可原主却说他根本没有释放伊佐拉的打算，更不想因此而开启废奴的先河。然而可恶的莱昂修根本不相信父亲的话，继而找到妻子再次询问情况。可一向诚实的马尔维娜根本没考虑事情的严重性，居然告诉了丈夫，老夫人确实在临终前请求原主签订了一份解除奴隶的合约。但当丈夫追问藏在哪里时，这个妻子却不得而知了。莱昂修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心思缜密的父亲却向自己的亲生儿子留了一手。就在这时，原主提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男人还以为是那份合约，却没想到是母亲留给马尔维娜的一份礼物。女人打开盒子，一条光彩夺目的珍珠项链闪闪发亮。男人试图贴心的把项链为妻子戴上，可老父亲却看出了这并不是男人所擅长的，于是叫来了旁边的女奴罗莎。就在两人交接时，那双充满邪恶的手还不忘交汇一下，而可怜的马尔维娜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两人的私下关系。随后女人来到了自己的房间，而罗莎以为主人打扫房间为由紧随其后。此时的马尔维娜要处理一些事情，便离开了这里。然而刻在骨子里的习性让罗莎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主人的抽屉，然后拿走了那件价值不菲的项链。这边失去养母庇护的伊佐拉彻底成为莱昂修任由宰割的羔，这就是与主子喜欢上同一个女人的下场。自从原主夫人去世以后，这群奴隶从此就失去了庇护，而少东家彻底暴露了本质，他要用刑罚的方式在这群奴隶中树立威信，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德烈一家。男人不仅被关进了牢房，就连他的父亲也无法幸免于难。最可怜当属安德烈的母亲，那个给予伊佐拉更多帮助的人。老夫人尸骨未寒，可眼前的男人竟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急切的伊佐拉请求少爷放过他们一家，可男人却告诉他，只要在这个庄园有任何人对他好，他通通不会放过。随后老奴被监工扯去了外套，
紧接着就是一阵恶狠狠的鞭打。而莱昂修面对伊佐拉不忍直视的表情，却露出了如同恶魔般的微笑。而年事已高的老奴很难再承受如此般的虐待，他发出阵阵低沉的嘶吼。就在伊佐拉快要崩溃之时，原主静闻讯走了过来，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儿子，奴隶的生命也是家产的一部分。随后走到监工面前，让其赶快放开遍体鳞伤的老奴。本以为原主受老夫人的影响大发善心，没想到他却告诉莱昂修，可适当的加大对安德烈的惩罚力度，因为年轻人总得好好管教管教。夜晚，那个一直追求伊佐拉的男人被生生绑到了木桩上，接着白人监工示意其他奴隶离开现场，免得让他们看到引起夜晚做噩梦的画面。接着，另一名下人拿来了一只铁烙铁，在少爷的吩咐下，直接放到了已被烧红的篝火中。直到现在，安德烈依然嘴硬，他不顾少爷的威胁和恐吓，依然爱着伊佐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男人忍无可忍，愤怒地抽出皮鞭，对着安德烈的后背就是一顿毒打。他倒要看看是手里的鞭子硬，还是那张胡言乱语的嘴硬。然而，对于安德烈的惩罚，这仅仅是开始。男人被扯开了上衣，随后监工从火堆中拿出了那个早已被烧红的烙铁。莱昂修要让他一生都要记住，这就是与主子作对的下场。随着男人撕心裂肺的叫喊，旁边的白人却显得很享受，而那几道深深的伤疤将永远伴随奴隶的一生。过了一段时间，白人主子撤离了，监工知道对方已经一整天没喝水了，于是当着安德烈的面不停地对其豪饮，如同玩具般戏耍着他。悲惨的命运在这群所谓高贵的白人面前，人性被践踏得一文不值。转眼来到了第二天，为了扩充种植园的劳作力，莱昂修来到集市上挑选奴隶，可他对年轻力壮的男性根本不感兴趣，而是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女奴身上。他依次扒开女孩的嘴，主要检查牙齿是否坚固，从而判断这些黑人女孩的健康情况。尽管一旁的人贩子提醒少爷，干农活还是挑选一些男性更有价值，殊不知莱昂修的目的并不在于此。随后这群女孩被牵回了庄园，可妻子对丈夫购买的奴隶大为吃惊，排着长长的队伍，里面竟没有一名男性。而莱昂修则认为，女奴不仅价格低，而且吃的还少，节省开支才有利于种植园的长期发展。此话一出，就连他的老父亲着实也有点看不懂。接着女孩们被安排到了奴隶区，可怜的安德烈依然没有被释放，这多少对新人有些震慑作用。同时伊佐拉也来到了这里，看到心爱的女人前来看望他，男人终于咧开